一个赘婿，娶了师姐还敢来花楼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胆。穿越武侠世界，本想当个盖世大侠，奈何根骨奇差。不过来都来了，还是先享受再说。姐夫，你也不想喝花酒的事情被我姐知道吧？好小子，请我来这儿喝酒，竟然是想给我下套。小舅子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出钱的人是你，你姐知道还能放过你，对不对？哎，姐夫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让你帮我写首诗，你别急啊。死胖子，这就是你找的帮手？一个农户之子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也配跟我比作诗？秦二傻，我姐夫可是诗仙在世，在家随便练个字都是千古绝句，多亏轻而易举。你在这装个蛋呢？我说这小子今天非拉我来这儿，原来是看到我练字抄的那篇《将进酒》。今天你这忙我帮了，有什么好处？姐夫，今天你要是赢了，奖励不光有万两白银，还有那不卖身的诗姑娘，也说今天要给魁首破例呢。有点意思。小二上笔墨，今天这魁首我拿定了。西风吹老仙云波，一夜苍君白发多。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牛啊，姐夫！秦二傻，你服不服？哈哈，诗姑娘是我姐夫的了。这家伙哪儿来的？坏我计划！待会儿我要好好罚你。你俩玩得很开心啊。陆云舒，你跟踪我们？要不是师姐安排，我才懒得管你们俩流氓。姐夫，救我！你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？原身出身卑微，入赘不过是给你当个挡箭牌，你又不跟我同房，我还解释个屁。再过半年便是大燕文举，我看你入府1个月来都在用心读书，有没有参加的想法？侯府的推荐名额可以给你。没有。以你的天赋，练武虽然有点难，但以侯府的资源，让你成为入门武者没问题，只是过程有点辛苦。不想吃苦。侯府给你最好的资源，为何不去尝试拼搏一次？我都成赘婿了，还拼什么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般胸无大志之人，你就不怕我休了你？到时你怕是连一个睡的地方都没有。无所谓。楚尘，那你当初为何要嫁入侯府？是你不想入宫为妃，找人演戏选中了我，一笔交易而已。你就没想过拿出点实际行动来打动我？你堂堂4品高手，我拿什么打动你？给我出去！这是我房间。哼！这个世界武道分9品，这几日我通过翻阅侯府书籍，才知道前4境。今日抓我的骆云舒，才4品合体都快能飞了，1品武神，岂不是翻江倒海？我虽没有武道天赋，可我前世看小说背下的口诀，竟能修炼。这个世界是有灵气的。师妹，今日他2人逛花船，是谁的主意？应该是你那蠢弟弟。小姐，就算是世子的主意，可他一个赘婿去逛花船，定会损害侯府和小姐的名声。他文不成武不就，根本配不上小姐。师妹，帮我掌嘴。以后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，就不再是掌嘴这么简单。小姐，我错了，求您饶我这一次。姑爷不好了，青楼的花魁找上门了。什么花魁？我又不认识。就是您昨天去的那个花船啊，那位花魁一大早就来找您了，小姐让我喊您赶紧过去。疯了吧？这不是上门来害我吗？娘子，听说你找我。不是我，是这位诗姑娘找你。奴家见过楚公子。我好像不认识你。楚公子，您昨晚夺得斗诗大赛魁首，诗是来送奖励的。哦，那你现在给我吧。这家伙真是大胆，竟然要当着自己娘子的面。
公子，我们要在这里吗？那不然呢？大胆！你不是给我送万两白银的吗？是奴家误会公子了，这是1万两银票。臭男人真会装。多谢诗诗姑娘，下次再给你捧场。奴家随时恭候公子光临。这女人身上有武者罡气，喜欢吗？喜欢？我是说，谁不喜欢银子？娘子要是没事，我先走了。楚晨，以后不准去喝花酒。改我们的约定，又不愿跟我同房。按照约定，我确实不该管你，但我会给你安排一个侍女。不必了，我可不是那种人。秦家真是欺人太甚，本侯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岳父大人，这是在点我。爹，这是怎么了？岳父大人议事，小叔就不打扰了。楚晨，你和青梦已经成婚，侯府的事就是你的事，留下来听一听吧。这老狐狸，我听了有什么用？你儿子不争气，还能让我当家不成？秦玉茹那老东西，半年来一直在针对我们江家的产业，我们卖啥他卖啥，还处处散播他是皇商，买他的东西能减税银的谣言，害得我们该交给朝廷的军费还有50万两的缺口。若是再年轻20岁，老子非得一刀宰了这老东西不可。爹，你可不要冲动。我江家虽是开国功臣，可秦家现在所作所为，恐怕是圣上的安排。陛下确实想削藩，可我江家不能坐以待毙，得想想办法。楚晨，你怎么看？新皇登基，削藩本就是常事，除了赚钱交军费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想干的，你们又未必敢做。罢了，钱的事为父来想办法，你们2个尽快给我生个孙子才对。爹，你瞎说啥呢？我还要专心练武呢。行了行了，爹不说了。炼气3层的灵气加持在眼睛上，居然能透视物品。姐夫，光在家里喝酒有什么意思？今晚去百花楼。你姐把我禁足了，可惜本来还想带你去发大财的。姐夫还擅长赌术，我要是出手，跟抢钱没什么区别。没想到姐夫还有这本事。我只要抱住他的大腿，以后不是有的是银子花。反正我刚跪了3天祠堂，老姐应该不会再罚我了，值得拼一拼。姐夫，今晚我带你去，出了事我来承担，但赢得金粮我得分一半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哼，在这圣金城，最大的赌房是秦家的吧？保险起见，记得带2个高手侍卫。放心，我来搞定。干杯！这2个混账，隔3差5不给我找点事就不痛快，竟然敢去赌！师姐，要不要我跟上去看看？2个混账东西，最好死在外边！师姐，他们去的可是金元坊，背后的金主是我们死敌秦家。靠！如今只有保住江家，我才有机会慢慢修炼。世子，你不是说我们是去逛花船吗？哼，没银两怎么去？你们2个放心，我姐要是追究，本世子我一肩挑之。哎，姐夫，等等我！老大，江世子带着他家那个赘婿来了。他怎么敢来？侯爷不是禁止他来赌坊吗？小的不知，只是他2人玩筛子大小，一人买小，一人买大。那赘婿已经输了500两，才500两，也是，他一个赘婿兜里能有几个钱？可那位江世子，每手下注都是1万两白银，已经连赢5手了。老大，我们要不要动用机关？买定离手！难怪那些赌鬼动不动倾家荡产，这么大的赌坊，居然还有出千的机关。师姐，都是作弊，为何我看不破楚晨是怎么做到的？意念探查外物，只有2品武者何道竟能做到。这种人，
我燕国不超过3个。要不然把他吊起来拷问一番。这秦家又想耍什么花样？真是天助我也！鬼嚎什么？爹，我刚才得到消息，江青阳去了金元坊。以武安侯府现在的处境，他还有多少家底可以输？据我所知，江青阳虽然纨绔无能，但从不敢赌。管他怎么想的，进了金元坊，可就由不得他了。他江家的流动资金本就交不上50万军饷，只要他输个7、8万两，我们就能快速吞并江家不少产业。姐夫果然没骗我，跟他反着买，别墅靠大海。江世子今天真是神了，下局你压什么我必跟。这胖子运气怎么这么好？其他人都开始跟他压了，3把全压，直接从5万赢到40万两。让我来摇筛子。这家伙是想玩阴的，该走了。今晚一直输，真倒霉。小舅子，你赢这么多，请我去百花阁吧。站住！林天虎，你还想动手不成？输不起，搞什么赌坊啊？回去喂猪喽！赢了不让走，以后谁还敢来这儿玩？江世子今天运气这么好，还在乎这位赘婿，怕是没有胆子，不敢玩了。你什么货色，也配跟我玩激将法？不能让他俩把赢的钱带去花船，先抓回去，告诉父亲。走，本世子包船，随便玩。刚刚只是连续动用了几次神识探查，我的身体就开始自发的吸收灵气，短短这一会儿，就已经从连气3层突破到4层。难不成我消耗全部灵力就能自动吸收更多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回去试试。算了，你们去吧。姐夫，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诗诗姑娘不是等你共度良宵吗？放心，我保证不会告诉我姐。你还是别去了，跟我回家睡觉吧。姐夫，你装啥？家花哪有野花香？再说，家花你也碰不着。姐，江清晨，你今天想怎么死？小心！多年不拔剑，真当我江家好欺负吗？师姐，留个活口。肯定是金元坊的人，竟胆敢劫杀本世子！回府召集500将士，血洗金元坊，一个不留。师姐，他们身上没有身份证明，这样恐怕会引起秦家的报复。今日我侯府灭他走狗，他秦家若敢多嘴，那就开战。二少爷，看来是有好消息了。二少，今天行了，都是自家人，无需行此大礼。说吧，让那死胖子输了多少钱？别告诉我，以你的赌术，连10万都没坑到。8万呢？真是个废物。二少，江清阳没有输。起来吧，他没输，那就是那个赘婿在输吗？是。楚臣身为武安侯府赘婿，他输钱跟江清流输钱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说吧，楚臣输了多少？800两。他才输800两，那胖子赢了多少？50万。什么？胖子赢了50万？二少，房主已经派人去劫杀他们了。要你何用？侯府的兵马调动要这么久，天都亮了，要不先让洛姑娘送我回家？本就是我侯府私兵，军营若离城区太近了，城主会睡不着的。姐夫，你不会是想独吞我们赢的钱吧？你都说出来了，还怎么分？我只是想回去休息。姐，我送姐夫回去休息。
师妹，跟着他们两个，看看他们俩搞什么鬼。姐夫，你真是个天才！我们现在可以去划船了。都什么时间了，这两个家伙又想去。我是真想回家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姐夫，我明白了，有内鬼，停止交易。侯府亲兵前来灭贼，无关人等速速散去。该去看看侯府的刀还锋不锋利了。本可以直接杀进去，却要这样立威给其他人看。看来侯府的处境真的在水火当中啊！除去打扫的，其他人都回营。是。见过段城主。江小姐为何率军入城，屠杀无辜百姓？冰原坊藏匿贼人，袭杀武安侯府世子。侯府率军灭贼，有问题吗？你如何断定他们是贼，而不是滥杀无辜？本世子亲身经历刺杀，难道还能有假？怎么，你段城主难不成与他们蛇鼠一窝，想要包庇他们？放肆！哼，你才放肆！武安侯府为国兢兢业业，深得圣上信任，又岂是你能泼脏水的？这小东西今天怎么这么能说？本官只是就事论事。你们又没有贼人的身份证明，屠戮金元坊岂不是乱杀无辜？谁告诉你没有？我只是还没上交，城主是如何这么肯定的？难不成人是你派来的？你血口喷人！武安侯乃皇室先帝所赐，只因江家为国开疆拓土，立下赫赫之功，于上对得起圣上，于下对得起黎民。今日贼人犯城，亦不忘兴师讨贼，镇守圣经。你这老匹夫寸功未立，只可为人走狗，苟图富贵。好手匹夫，苍云老贼，一条断脊之犬，却敢在武安侯府世子前狂吠，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我操，牛啊，姐夫！所有人回府！逆子，跪下！你为何不跪？小婿并没犯错，为何要跪？更何况，小婿不仅无错，而且有功。你倒是给老子说说，你有什么狗屁功劳？若是说不出来，以后你们两个别想离开侯府半步。爹，他们是……让他说。岳父大人，秦家3番2次打压侯府，半年来侯府一忍再忍，一退再退，从不反击。在外人眼中，侯府岂不是人人可欺？这跟你们去赌房有什么关系？爹，外面都在传城主之位，马上就要由秦家接任。如今不反抗，等秦家手握兵权，恐怕就没机会了。前几日岳父大人不是为军费事发愁吗？这里是从秦家赢来的30万。这是你一晚上赢的？难怪金元坊的人要杀你们。姐夫，你不是说赢了钱给我分一半吗？怎么全上交了？侯府的不就是你的吗？可是，逆子，可是什么？难道你姐夫说的不对吗？竟然还敢反驳！那我也有功，为何还要受惩罚？哼，老子还不知道你几斤几两，这都是楚臣的功劳。你给我老老实去祠堂面壁思过3日，以后再敢带楚臣去赌坊，打断你的腿！该。岳父大人，小婿先告退了。哈，先去好生休息，明日我让厨房给你煲参汤补补。这不公平！谢岳父大人体恤，请。小溪，姐夫，够义气，下次需要背锅的再找我。可别去赌房。你以为我傻吗？赌坊哪有划船好？又是楚臣，3番2次坏我好事，本少一定要弄死你！区区一个金元坊，如此乱了阵脚，像什么话？
二少想弄死楚尘，并不是多难的事情。冯一刀，只要你能弄死他，本少给你5万两。楚尘缩武安侯府里，我们弄不了他，难道还弄不了他的父母吗？冯一刀，这是你黑龙帮的事情，与我秦家没有任何关系。那是自然，一帮马匪抢劫桃源村，全村惨遭屠杀。马匪得知楚尘身份，绑架他的父母要赎金，合情合理。马匪有意思。不知秦家主，这赎金多少合适？无论多少，都是冯帮主的。在下即刻去办。短短1日就已经练起7层，这速度简直开了挂。楚尘，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小蝶，从小跟着我长大，以后就由她伺候你。这一家人真没个正经人。都说了不用，我可是正人君子。姑爷，你流鼻血了。没事，中午有点上火，差点信了你。不是，娘子，你这嫌弃脸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姑爷，小蝶对不起你。跟你又没关系，我真求你别哭了。小蝶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小姐，姑爷说我还小，有本事你就自己来。师姐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没什么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个坏消息，探子来报，秦家派人去绑架楚尘父母了。秦家找死！我不会骑马啊。上来，我俩一起。去桃源村有50里，你的身体扛得住吗？娘子，你这是关心我吗？谁关心你？我怕你影响我们救人。父母危难之际，大丈夫怎可退缩？放心吧，娘子，我顶得住。走吧，师妹。你有种就再报警点儿！去！大当家都在这儿了，一个没跑掉。谁是村长？我是老头，我问你，楚尘的父母在哪儿？我听说这夫妻俩是好人，跟你们处得不错，那么替他们死也不算冤枉吧？住手！你就是楚尘他爹。我跟你们走，放了村子其他人。兄弟们听见没有？他以为他是谁？绑走，其他人一个不留。等等，我给过你们机会了。是谁派你来的？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30多个人，全部一击毙命。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爹已经走了。你娘亲3个月前回了辽娘家，说好半月便归，至今未回。我本就想动身去找她，只是放心不下你，便一拖再拖。今日黑风寨马匪来犯，声称受秦家指使，爹本不想出手，但那匪主要屠村，爹没办法，让你入赘江家是你娘做的决定。爹觉得你在那里过日子，难免有寄人篱下的时候。爹没什么本事，只能听你娘的。
可你若在江家待不下去，就打开桌上那个盒子。你不打开吗？不需要。秦家二公子不是喜欢出来玩吗？不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彼身。你想对他动手？今晚就去花船抓活的。洛姑娘，得麻烦你跟我去一趟。又是我，为什么不让师姐陪你去？师妹，你也不想被师尊知道你躲在我江家吧？哼！你中毒了？不知道，最近总是流鼻血。你把我脉，怎么这副表情？我怎么了？你可别吓我。他已经没救了。没有，你的身体很好。这几日我实力突飞猛进，难道有什么副作用？气血经脉强壮，又毫无武者刚气。楚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不就是身体强壮吗？既然没事，就赶紧出发吧。姐夫牛逼，带我奉旨喝花酒。他要是不来，你今天随便玩。完了，姐夫，秦二傻真来了。楚公子来了，怎么不找我？诗诗姑娘有事吗？公子上次不是还说要照顾奴家的生意吗？这么快就忘了？诗诗姑娘，今日我还有事，要不日后再说。切，碰一下就破防，就不装了。别装了，楚公子，你想干什么我清楚得很。在我的地盘抓人，我能分多少？事后我定来补偿你。楚尘，你逃不出本姑娘的手心。秦兄，到底是谁绑架了二公子？老夫不知。犬子虽然纨绔，但不是横行霸道之人，并没有什么仇人。就你那儿子逼良为娼、杀人放火、欺压百姓，哪件事情没做过？还好意思说没有仇人？难道秦兄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没有，不过对方留下了这个。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是武安侯府。2天前，冯一ฟ้跟我说过要绑架楚尘父母，我也没多想就答应了。没想侯府的报复来了这么快。今天晚上，犬子去了一趟百花阁，回来的路上失踪了，随从全部被一剑封侯。整个圣金城能做到的只有武安侯府。你想怎么做？我已经上报陛下，陛下答应派一位3品高手前来，还有30门专门针对武者的破钢弩。如今的侯府靠着武力称霸圣京城，等陛下的支援赶到，就是他江家覆灭之时。还要麻烦城主陪我去一趟侯府，要人。小事一桩，秦兄破费了。哟哟哟，城主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这位是秦家主，他是来找你的。楚尘，你要怎样才能放了我儿子？秦家主，你怕是疯了吧？来侯府找你儿子，这里又不是孤儿院。你到底想如何？哼，真是可笑，自己丢了儿子来问我，下次丢了爹是不是也得找我？你，哟，这老东西居然还是个武者，难道你还想在这儿动手不成？最多3日，老夫若是见不到儿子，哼！等等，虽然秦家侯府确实有些矛盾，但你儿子好歹也是侯府封地子民，侯府向来爱民如子。不过秦家主也知道，侯府封地这么大，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，费人费力。别挑衅老夫的底线。好说好说，秦家主放心，3日内秦公子定会出现在你面前。最好如此。年轻人太狂，小心栽跟头。你真准备放了秦白衣？我楚尘说话一言九鼎。我才不会信你。我可以摸着你的良心发誓。摸着我的良心？楚尘，你想找死是吧？
可是娘子，我又给侯府赚了40万，是不是该给点奖励？要不要奖励你去逛花船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楚尘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啥也不让，我还是找小舅子玩去喽。早晚把你赶出侯府。洛云舒从江南带来的那些衣物都哪儿去了？要不思雨姑娘说想要，爷爷不至于来干这事儿。这是啥？江南洛家和楚氏联姻？这是洛云舒的婚约，还是跟姐夫的？洛云舒不是去军营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快跑！胖子，你找死！姐夫，救命啊！姐夫，我发现了个大秘密，跟你和姐姐都有关。闭嘴，说出来你就死定了。师妹，怎么回事？姐，你保我，我就告诉你。师妹，他要是多嘴，你就直接动手。属下白剑萧杰，姑爷世子，俺都记住了，莫说错吧？江宇，往后你就是姑爷的贴身侍卫。中！这货拳头比我头都大了吧？江宇他是五品武者，虽有点愚笨，但你可以完全信任他。姐夫，你身边的护卫都比我的厉害了，我姐对你真好。你还在这待着干嘛？好的，姐，我这就走。姐夫，小心身边有内鬼！楚尘，你到底准备怎么处置秦白衣？过2天再说，不是还有3天吗？打一顿放了他吧，给他一次机会。没事的时候跟着江宇练练武。练武？这辈子都不可能练武，自动修仙不香吗？如今我筑基期，实力差不多是个4品武者。江宇，陪我出去一趟。人还没死吧？还活蹦乱跳。你们知道本少是谁吗？我姐可是如今的皇后，还不快放了本少，否则本少灭你们满门！不就是秦家的傻儿子吗？你们是武安侯府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们可知道杀了我的后果，武安侯承受不起。正合我意，你一死，秦家和武安侯府岂不是不死不休？不要杀我，我可以帮你们，当你们内应，干什么都行。可以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你秦家的产业都交代清楚，我就放了你。老爷，二少爷回来了，人没事。立刻去通知血沙楼动手。楚尘，这就是你说的大事？就这？姐夫，好香！娘子，天天练武有什么意思？尝尝。也就一般般。小兔崽子真能吃。你早点休息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香音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。你是谁？情报有误，这小子练过武，还是个高手。楚尘，该死！
还有高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。那人死了，他身上有血楼令牌，是专业的刺客。楚晨，你没事吧？肯定是秦府的杀手。不行，这里太不安全了，你随我来。你睡我房间里安全一点。娘子，那我能睡这儿吗？可以。哥哥，我顺极了。夫君，早点睡吧。娘子，你盯着我干什么？穿好衣服，跟我出去一趟。不去，我还要睡觉呢。你敢不去，以后就不要再出门了。哎呀，行，去，但我有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骑马去就行。娘子，到底什么事？不会秦家又来找麻烦了吧？秦家的事情有父亲在处理，暂时不用担心。你天天待在侯府也不是一回事。今天正好京都茶商过来收茶，你跟我去一趟。这里是侯府3座茶园之一，占地上万亩，也是侯府主要经济来源之一。娘子果然穿什么都好看。茶商还有3个时辰才到，我们务必把最后一批春茶采摘完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茶叶略显苦涩，就卖不上什么价钱了。娘子一个侯府小姐，居然还亲自采茶吗？娘子，辛苦你了。相比于练武，这算不上辛苦。娘子所言甚是，不过采茶我确实不会，娘子也不想多带个累赘吧？要不我在这儿等你。这懒鬼真是没救了。那你在这儿待着吧。我就不信你真的不跟上来。果然，这个世界没有制茶工艺，只会简单的凉干，连红茶都没有，更别说复制的乌龙茶了。想来这位便是江清梦小姐。有何事？小生唐世杰，代表凌云商会来此收购茶叶。唐公子先坐。唐公子，茶叶已经打包装车，此批茶叶共21万两白银。按照协议约定，贵商会支付30%定金，6万3千两白银。不瞒清梦小姐，此次我们怕是无法按照协议支付。这是为何？上次从侯府采购的茶叶味道苦涩，让商会名誉遭受了打击，因此商会高层决定，价格只能给2成。茶叶味道略带苦涩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，清甜的茶叶可不是这个价格。1成的价格，连下人的工钱都付不出。凌云商会这是被秦家收买了。上一批茶实在太苦太涩了，根本无法入口。不过我唐家力排赚足，愿意多付1成。当然，清梦小姐，这事儿也并不是不能商量。不过，清梦小姐得付出点代价。哪里来的癞蛤蟆打哈欠？哼，一个赘婿而已，要不是有武安侯护着，你也配跟本少说话？找死吗？阁下，我跟清梦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不要误会。癞蛤蟆，清梦是你能叫的吗？该捡的机会就是爽。小子，还从来没人敢占我娘子的便宜。顾野加油，干死他！调戏我娘子，你想怎么死？楚晨，你可别乱来，我乃唐家嫡子，你敢动我，唐家不会放过你。唐家，凌云商会，又如何？你威胁武安侯女儿，即便我现在杀了你，你也死有余辜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老子把你打出屎！
少主，你敢伤我少主！这就是筑基期的实力吗？楚尘，你练过武？是你，百花阁那天那个人是你。楚尘，你真是好兴致啊！娘子，我只是昨日无聊去听了会儿小曲。登徒子，江小姐，我举报他，他昨日在百花楼。滚！江家人都这么护犊子的吗？娘子，我也回家了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完了完了，小舅子不在，这回没人替我背锅了。楚尘，你又去百花阁做什么？赚钱啊！你去比试，能赚几个钱？今天得罪了凌云商会，侯府以后的前路都没了。娘子，你是在怪我吗？没有怪你，不杀他已经算是仁慈了。哼，娘子是担心茶叶卖不出去吗？其实这事儿我已经有办法了。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全买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银子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反正我给8万两定金，如何？那你买了以后呢？打算怎么出手？当然是制茶了。你还会制茶？巧了，爷上辈子就喜欢看科普，娘子就等着看吧。唉，冲动了，自己可是赘婿啊，是来享福的，怎么突然要做起生意了？这不是忘了初心吗？姐夫，这钓鱼也没意思啊，要不我们出去玩吧？你不怕被打死？姐夫，我知道一家新开的船坊，安全。小舅子，听姐夫一句劝，逛花中只喝酒就行。我只是想去见思雨姑娘，她爹去世，她娘病了，她弟饭都吃不起，她说她只有我了。这都信？既然他这么惨，你想不想赚钱给他赎身？姐夫，你又有什么门路？做点生意，投不投？给个痛快话。投。差不多了，你姐还等着我回去睡觉呢，不抱着我，她睡不着。切，姐夫真能吹牛逼。楚尘，醒醒。娘子，怎么了？唐师姐死了。就昨天那货，怎么可能？我故意留了一手。城主府和凌云商会的人都来了，爹让你过去。就是他打死的少主，段城主，快把他抓起来！拿下！没有证据，我看谁敢在侯府抓人！哼，侯爷，楚臣暴奏唐勋杰之事，他们几位家丁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楚臣，你还能狡辩不成？你就说你有没有打我家少主？打了。武安侯大人，城主大人，你们听到了吧？就是他打死了我家少主。老子什么时候说打死了唐世杰？我只打了，但并没有杀他。你怎么不问我为何打他？小子，你杀人还能有理吗？今日我必拿下你！唐世杰那个王八蛋，借着凌云商会之名轻薄和威胁我娘子。城主大人，你说他该不该打？他敢调戏我闺女，死了也是活该。段城主，你说呢？这老夫还不知有此事。楚臣，你可有证据？哼，证据？难道你认为我会用娘子的名声来污蔑一个死人吗？该死的唐家，本就理亏，居然拿我当枪使。岳父大人，小婿还怀疑唐世杰的死有蹊跷。何出此言？他一死，侯府和商会的关系必然无法缓和，谁又能获利呢？我也就收了5万两，没必要跟侯府死磕。打扰侯爷了，此事可能另有蹊跷，等本官查清楚后再给侯爷一个交代。段城主，你怎么能收钱不办事？滚！唐家好大的胆子！青梦，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我没事，
只是凌云商会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暗地里针对我们。侯府的产业岂不是……凌云商会又不是唐家的，唐家只是其中一个东家而已。岳父大人，凌云商的大东家是燕王吧？不错，凌云商会背后的人就是燕王。看来真是飞鸟尽，良弓藏啊。贤婿，这话可不要在外面说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岳父大人放心，小婿心中有数。如今燕国的商会们不会再与侯府做生意了，侯府的产业眼下该如何维持？娘子不用担心，不出半年，我定叫那些商会上门来求着侯府合作。哦，贤婿这么有把握，老夫倒有些期待了。娘子，如果我帮你成为富婆，你要怎么报答我？少吹牛，你又在打什么坏主意？我可是善良正直小郎君，能有什么坏心思？那我在房间里发现的这些钱是哪儿来的？这是之前去金元坊的赢的钱，一点零花钱。10万两零花钱？不是我的零花钱，是给娘子的零花钱。哼，花言巧语，你自己留着，别让我知道你又去如烟坊。遵命，娘子。保证不会让娘子知道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楚尘什么时候学的这些东西？好像还挺厉害。姑爷，世子被人秦家栽赃陷害了，请您赶紧去救他。在划船是吗？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可是这里只有一匹马。哼，婆婆妈妈救人要紧。我没有，做了还不承认，真是丢武安侯府的脸。这真的来花船玩，不都是你情我愿吗？仗着侯府的威势欺负思雨姑娘。死胖子，你做这种事，你爹知道吗？放你娘的屁！老子若是做了，自然会承认。可小爷我没干的事情，谁也别想诬陷老子。思雨，你为何要陷害我？陷害我！江世子，奴家只是一介歌姬，武安侯府家大势大，我怎么敢诬陷你？亏老子我还想替你赎身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江世子不认，奴家只能以死以证清白。快救人！你好歹也是侯府世子，理应敢做敢当，难道真想逼死他吗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！看他穿的衣服，肯定是个坏人。侯府世子确实应该敢做敢当，可你们这不是在欺负老实人吗？楚尘，你也算老实人。姐夫，是你做的就得承认，但若不是你做的，那就是诬陷你，诋毁侯府名声。武安侯乃大燕先皇册封，代表着皇室的声誉，同样代表着当今圣上。表面上是诋毁侯府，实则与诋毁皇室无异，相当于在打圣上的脸。欺君之罪，可是要诛九族的。武安侯府什么时候能代表圣上？你确定江清扬抢了你？这还有什么可争辩的？难道一个女人会拿自己的清白诬陷别人？清白？你的意思是，青楼女子的清白比武安侯府的清白更重要，比大燕皇室的清白更重要？我没有，你别胡说八道！那就给我闭嘴！思雨姑娘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还请思雨姑娘想清楚再回答。奴家不愿意，江世子强行玷污了奴家。很好，玷污2个字用得很传神。楚姑爷这是何意？楚尘，你是想杀人灭口吗？
雨姑娘身上也有武者罡气。公子，你也太欺负人了。欺负人？这思雨姑娘明明是个6品武者，我小舅子一个普通人能欺负她吗？当我是傻子，还是觉得我武安侯好欺负？思雨，怎么回事？诗姑娘，这位思雨姑娘是如烟坊的，公然诬陷武安侯府世子，不知是她的意思，还是你的意思？楚姑爷，这其中有误会。哼，误会？当然。说吧，是谁指使你做的？你看我做什么？秦公子给了我5000两白银，让我诬陷江世子。你放屁！枉我刚才还想着帮你讨回公道，你竟然陷害我！那些银票就在我房间里，我这就去拿。不用了。楚公子，他都告诉你幕后之人了，你为何还要杀他？哦，你的意思是，污蔑侯府不成功，就可以当做无事发生？更何况，我给过他机会了，可惜他不珍惜呀！哼，秦二少，准备去哪儿呢？楚晨，这事与我无关，是这个女人诬陷我。现在该你了。楚晨，我不信你真敢杀！诗姑娘，麻烦让人把地面清洗一下，别打扰大家的雅兴。好。好生收念秦二少的尸体，给秦家主送去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，大家继续。今日差点让江少子遭受冤屈，奴家罪该万死，希望楚姑爷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们两不相欠，时候不早了，告辞。楚晨，我饶不了你！说，如烟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家主，你可一定要替二少爷讨回公道。我儿死的时候，你人在哪儿？我不是说了，京城的3品武者没来之前不许他出门吗？连自己的主子都护不住，留你们何用？拖出去喂狗！家主饶命！逆子！楚晨，多亏你救了这个逆子，可你为何只杀了秦白衣？只杀？你今天心太软，当时就应该调动侯府家兵，灭了如烟坊。为何？在场的人应该不少都被秦家收买了，不该留。那些人只是收了秦二傻的钱，有必要吗？秦家若想栽赃我们，除掉所有冤枉你的人，死无对证，我们就成真恶罢了。师妹，你带些人去暗中保护他们，至少要留几个活口。我这就去。好了，都去休息吧，明日还得会会凌云商会的人。逆子，谁让你起来了？没跪到天亮，不准起来！小舅子，加油！别在外面动手动脚。娘子，岳父大人今日杀心这么重，与平时完全判若两人呢。唉，你可知道，爹成为武安侯之前的另一重身份？什么身份？爹在继承爵位之前，一直待在京都，与当今圣上是儿时文莽，两人是死党。当今圣上起初并不是太子，他能顺利登基，有爹的功劳。后来爹也得到了重用，担任过大燕卫将军，掌管京都10万禁军。可当皇帝决定削藩后，一切都变了。其实爹也不是不同意削藩，侯府不像那些藩王，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兵权，最多也就一些封地而已。这不是大明翻版吗？全面打压，这燕王简直有取死之道。侯府现在实力如何？我江家先祖比较特殊，当初因为拒绝了藩王位，只是侯爵，拥有上千里封地，却没有多少实权。你先祖这么蠢？你才蠢，你全家都蠢。娘子，你说，万一哪天燕王直接对侯府动手怎么办？我会想方设法保护你们的安全。
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我自然相信娘子，可是侯府现在太弱了，自保都不行，有剑不用和没剑是两码事。那我们要去哪里找那把剑呢？我们直接弄枪。枪有什么用？不过夫君需要什么，尽管说，我会全力支持。真的？我需要娘子别睡绳子上了。可以。侯爷，商会已经做了决定，不会再从侯府进购茶叶。另外，木材、粮米、绸缎以后的收购价格也只有原来的50%。圣上这是要断了我的钱粮啊！你确定是凌云商会的意思？侯爷，确实是商会的意思。若侯爷不同意我们的条件，可以找其他商会合作。老子当初为了支持燕皇，彻底得罪了四海商会，哪里还有其他渠道？岳父大人，既然凌云商会已经做了决定，我们就勉强同意吧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侯府姑爷果然是明白人。哦，我说的是同意跟你们解除合作。哼，一个赘婿能耍什么花招？你们商会违反协议，压低价格，合作我们侯府单方面取消了。贤婿说的不错，留下违约金，滚吧。侯爷，若是没了凌云商会，你们的东西根本买不出去。现在还可以商量。没什么可商量的，赔钱吧，也就50万两白银。没想到我这贤婿还有几分傲骨。这钱商会给了，我倒要看看有哪家商会敢跟你们合作，你们的货物怎么办？咱们走着瞧。好狗不送。贤婿，听说你在忙活茶庄的生意，这些银两你拿着应急。谢谢岳父大人，这是你该得的。不过这次我们彻底得罪了凌云商会，你可是说了能解决的。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口气倒是不小。如今侯府的资金暂时运转没问题，但总有坐吃山空的时候。岳父大人，你认识四海商会的人吗？自然认识，不过我与他们积怨已久，他们不会跟我们合作的。这世上没有绝对的敌人，只有绝对的利益。爹，我得到消息，四海商会的万家嫡子万思聪明日便会抵达盛京城，这或许是一个机会。娘子，这万思欣是个什么样的人？纨绔子弟，风流成性，常年住在花船，跟你一个样，除了比你有钱。哼，他什么档次？凭什么跟我比？娘子，我想去花船会会他。想都不要想。贤婿，你难道要为了合作去巴结讨好他吗？不管是写诗还是泡妞，他见我如一粒浮游见青天，他巴结我还差不多。我看就是你自己想去。娘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我可是去办正事。青梦，你要相信自己的夫君。如果真的能和四海商会合作，眼下侯府的问题就能彻底解决。我得去一趟军营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娘子，既然岳父大人都发话了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去？要去是吧？那我跟你去。夫君，那就是万三亿。万财神，万财神！本公子初来乍到，万两碎银不成敬意，大家吃好玩好。今天本公子请客。走吧。哦。老子请客，居然还有人不给面子。此人是谁？那是武安侯府楚姑爷。他不是赘婿吗？还能逛花船？楚姑爷可是盛京城大能人。他妻子不管？奴家不知道，不过有一件关于楚姑爷的坊间秘闻，万公子可诗诗姑娘？当然，那可是盛京城第一花魁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。本公子还想着晚上去会会呢。万公子估计没戏了，诗诗姑娘早已清醒楚姑爷，听说前段时间还亲自送上侯府，被楚姑爷的娘子抓了个正着。您猜怎么着？楚姑爷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后来照样逛如烟坊。牛逼！不行，这样的人必须要结交一番，实在不行可以学一手。
楚公子，奴家做的怎么样？烟雨姑娘演技真是实力派，这是答应给你的。公子，要不要今晚留下？留下？你要留下吗，楚兄？怎么可能？待会儿还得陪江兄去一趟如烟坊呢。既然公子有事，奴家就不打扰了。楚兄可真是会享受呢。事关侯府的产业，娘子你不会生气吧？我有生气吗？娘子，来都来了，要不我们……住嘴！啊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姐夫逛花船，姐居然来亲自当保镖。老弟，今天放开玩，我请客。姐夫，要不我还是回去吧，我对这里有阴影。让你玩就玩。夫君，你小心点。诗诗姑娘可想死我了。这家伙居然把娘子带来了。今晚配合一下，少不了你好处。楚公子又想骗我。楚公子，你当着娘子的面做这种事，胆子真大呢。回去要你好看。万财神，万财神，万财神，万财神！楚兄，拼个桌。我们很熟吗？之前不熟，但不代表以后不熟，不是吗？坐吧。久闻楚兄大名，今日相会，实乃幸事。别这么文绉绉的，都是爷们儿。来，万兄，喝茶。如烟坊什么都好，就是这茶味道太差了。楚兄，何出此言？我品这茶也算上乘了。那是你没见过好茶。楚兄，不是我吹牛，什么茶我没喝过，比这更好的茶虽有，但也不多了。那就让万兄见识见识，还不给万兄泡茶？万兄，试试。就这？哼，这人根本不懂茶，给他喝就是浪费。这是什么茶？回甘居然如此清和香甜，明明是干茶，水浸泡后却鲜嫩欲滴，犹如刚刚采摘的一般。此茶名为碧螺春，乃清明前采摘，经过27道手续制成，乃茶中极品。好一个碧螺春，不知哪里能买到？不卖，此茶是我岳父收藏的，寻常人根本喝不到。切，开个价，侯府有多少我买多少。娘子，你看我跟万兄一见如故，能不能送他一点？娘子，祖师爷，好想磕头拜师。不行，我爹的存货不多了。如果我一定要给呢？夫君如果一定要的话，就拿10斤吧。那就多谢楚兄了。小事而已，我已经从我岳父那儿搞到了碧螺春的制茶工艺，这东西以后要多少有多少。楚兄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，我收购你的工艺，你开个价。这可不行，你要是想合作，卖卖倒是可以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楚兄，实不相瞒，我还想跟你请教一件事。万兄，什么事？实不相瞒，我有一未婚妻，她要退婚。你就说多少钱，你才收我为徒吧。徒儿谈钱多伤感情，之后师傅也有事要你帮忙，你可不能拒绝。好说好说。楚公子，要不今晚留下？我夫君，我自己会带回家。想要在这乱世之中保证侯府的安全，光有钱还不够啊。夫
夫君在想什么呢？娘子，侯府最多能够拥有多少家兵？武安侯府拥有1000里封地，管理这么大的地方，想来佣兵数量应该不少。侯府最多能佣兵5万，怎么？夫君想让侯府征兵吗？岳父不愿意。如果是之前，爹肯定不愿意，侯府也养不起这么多人。但现在侯府与燕王的矛盾日益加剧，爹应该不会反驳。只是想要征召数万将士，动静肯定不小，必然瞒不过燕王的眼线。万一燕王一怒之下派军讨伐，那就别偷偷摸摸的，直接招兵买马，做大做强。傻夫君是嫌命长吗？娘子，侯府这么多产业，你说需要多少人才能管得过来？你是说雇人当伙计？对啊，每个店铺多几百个伙计帮忙，很合理吧？夫君，这恐怕没用。人好找，但马匹武器不好找。不过我觉得你说的对，燕王削藩的决心远比我们想象的大。看来娘子是明白人。夫君找人在后山做的实验，也是为了那一天吗？娘子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这只是计划的第一步，造枪用来提升单兵作战能力的。枪，师妹的枪法也算是数一数二，夫君怎么不找她帮你？后山常年驻扎着500家兵，时刻守护着侯府安全。这些人每一个都经过了层层筛选，无论是武力还是忠诚度，都是最强的。快，找医师！有人受伤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姑爷，只差一点点，我们就成功了。老胡，你先去疗伤，回头我再找你。姑爷，我怕死了就没机会告诉你了。今天我们制造出了火枪，但枪管强度不够，开到第4枪时，枪管就炸裂了。老胡，你先养伤，其他的回头再说。姑爷，无论如何，必须提升钢铁的强度。你没死歪头干什么？带老胡下去好生照顾。姑爷，这东西太危险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刚才老胡每次填药有没有区别？他为了试验火枪的极限，每次加了1/3的火药，开到第4枪就炸了。那就按照第3枪的量定量填装火药，以后可以把火枪固定好再测试，不要造成不必要的伤亡。是。姑爷，我们的铁矿石不多了，无法试验提升枪管强度。铁矿石的事交给我。侯府并没有稳定的铁矿来源，私人售卖铁矿石是犯法的，还真是有些犯难啊。作为一个穿越者，弄点枪很合理吧？可发展科技树没那么容易，光是制造碎发枪都很困难。姐夫，划船走起！哎，姐夫，想什么这么入神？小舅子，有没有办法搞到铁矿？铁矿？你要铁矿做什么？当然是卖啊！姐夫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死罪？嘿嘿嘿，如果利润55开，我可以帮你弄到铁矿。我操，这小子真有门路！姐夫，怎么样？这可是犯法的事情，出了事情我得背锅。55开很合理吧？55开，没问题。姐夫，我们侯府就有一座铁矿山。什么？2年前，我偷偷听到爹和一个伐木场负责人的对话，说有人在栽树的时候挖出了铁矿石。栽树挖出铁矿石？爹生怕此事岂不是陆天王之耳的，就封锁了此事，并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军营，常年有300人驻守。你以为我爹那老东西什么也没准备？这个逆子真是大笑。既然有军队驻守，想要搞到铁矿石有难度，除非让岳父松口。你能搞定？不能，但情报是我提供的，我得分2成。娘子，
我有一件生死存亡的大事跟你说。切，你全身上下就一张嘴厉害，能有什么大事？娘子，火枪已经造出来了，不过还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现在缺铁矿石，但我听说侯府有做铁矿。侯府有铁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江清扬告诉我的。你是想让我去跟爹说？这是我在古籍上见到的炼铁和炼钢之法，若是打造成武器，别说是大燕军队，即便七国联手，都未必不能横扫。这家伙总喜欢吹牛，不过他吹过的牛好像都实现了。难道你真想造反？不，我只是未雨绸缪。我想你比我更清楚侯府现在的情况。好，我去跟爹说。看娘子这个表情，感觉不对劲啊。娘子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难道岳父没同意？爹同意了，还把3000家兵也交给我统领。他说自己活不了几年了，侯府若是没了，到时候倒霉的是我们。还是岳父大人给力。夫君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听你的。此事不比招兵买马，我们只能偷偷的来。这样，在铁矿山附近再建一座茶庄，并在山上栽满茶树，派500人驻守，偷偷开采后再悄悄运送到侯府。我去安排，直接调1000将士过去，让他们轮流开采。此事务必不能走漏消息，这些人必须可信。放心吧，他们都是家生子，不会有问题。秦家主，老朽还有几个月就继任了，你接任城主之位，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何须急于1、2天？城主大人，实非老夫着急，而是圣上着急。如果秦家主有圣上的密令，老朽这便出兵武安侯府，亲自抓捕武安侯。哼，如果没有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此事恕难从命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段城主好自为之。你在说教本官吗？段征，送客。哼，段城主，老夫给过你机会的，可惜你不珍惜。放肆，滚！段章，你是我义子，为何要背叛？人中吕布，专统义父。哼哼，段昭，以后你就是城防守军主将。多谢城主大人栽培。接下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有人攻入了侯府不成？发生了什么？侯爷被城主府扣留了，师妹正召集家兵，准备去城主府救人。什么？段天阳活腻了，胆敢对岳父动手？段天阳死了，城主府的人说是被侯爷杀死的。怎么可能？我们也知道侯爷是被陷害的，可若是找不到证据，朝廷就有了把柄，对侯府很不利。走，速速带我去城主府。洛姑娘，具体怎么回事？段城主请侯爷议事，侯爷刚到城主府就被城防军包围了，说他谋杀城主，现在正在接受质问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秦老狗，开门！怎么，武安侯府是想要谋逆造反吗？老贼，你在侯府封地强占城主府，造反的人是你，我们不过是前来扫贼。楚臣，你一个平民也胆敢在此放肆，冲入城主府杀害朝廷命官，老匹夫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侯府众将士听令，10息之后，若是不见我父亲，攻入城主府！回出来，让这些四品武夫尝尝绝望的滋味。不好，这是破钢弩，威力巨大，还能无视武者的罡气防御。师姐，最好先撤退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爆炸？是谁干的？老贼，说出我爹在哪儿！这股罡气，难道是？
好强的压迫感。2个4品的蝼蚁也敢动皇亲，今日便让你们知道，3品与4品之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。秦皇后的弟弟居然死在你们手里，真是可笑。你身上连一丝刚气都没有，你练的是什么邪门武功？武功？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？我不行。好，吾乃修仙者。娘子，发什么呆？进城，抄家。杨峰，距离天亮还有1个时辰，本侯要秦家上下鸡犬不留，能否做到？能。去办吧。3品武夫，短肢可重生，可你今天走不了。我给你们秦家这么多支持，金银兵力样样不少，居然连侯府的毛都没伤到，还折损了一个3品武者，朕养你们秦家简直是养了一群废物！滚吧，别在朕面前碍眼！臣妾告退。这老匹夫怕是已经突破3品武者，甚至达到了2品。他一向身居圣京，没有十足的理由，绝不会轻易来京城。如今已经和他撕破脸皮，若是不尽快拿下他，那些蛰伏的老勋贵恐怕会趁机联合起来反抗朕，到时候局面就难以控制了。来人，宣林巡抚进殿。林巡抚免礼。谢陛下，朕命你即刻动身去一趟圣京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威逼也好，利诱也罢，务必让那位武安侯尽快进京。臣遵旨。我靠，与印象中的碎发枪一模一样，甚至更完美。姑爷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小心走火。怎么，对自己造的东西不自信？小的当然相信，我们已经试验了上百次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。但万一……威力还可以，但准头不行。1米能中9环，这还叫准头不行？这把枪装弹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姑爷，我们测试过，熟悉的人装填大概5到7息，完成1轮射击大概需要7息到10息，大概就是20秒到30秒，这间隔时间太长了。如果改变队列呢？老胡，召集20个工匠到靶场。是。这是要搞什么鬼名堂？所有人听好，前排用最快速度完成射击后，立即跪下装弹，后排射击接上，动作要快。这么快的速度，恐怕普通武者都不一定能躲开。比之前提高不少，但还是慢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这新阵型的攻击速度比之前提高2倍不止，姑爷真神了。速度虽然提高了，但是每次装弹都要重新填装火药，准头也不行。有了，莫刚，让工匠按照这个图纸把弹丸和定量的火药固定在一起，像这样。墨君是朝道，这样竖的墨云疏口。这个不是怎么这么好的？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结束？下一批碎发枪都要按照图纸升级，墨君能做到吗？能，姑爷放心。那此事就交给你，若是能做好，必有重赏。
这碎发枪一天能造多少？现在每天能够提炼100斤钢材，不过工匠有限，一天也就5支左右。一天5支，1个月就有150支，也可以装备一个小队了。老胡，让工匠们把手中的活先放一放，来军工坊集合。这枪还得升级，但短时间内能达到这个程度，也很不错了，是该好好奖励一波。是，姑爷。大家的成果已经远超我的想象，军工坊每人奖赏500两。姑爷，小的有个不情之请。说说看。我们能这么快造出火枪，莫军功不可没。小的提议让莫军担任军工坊负责人。这可不行，姑爷，小的捣鼓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还行，可管不了这么多人。莫军，男人可不能说不行。回姑爷，小的是怕犯错。侯爷，圣上派本官来彻查段天阳之死、秦家被灭之事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还请勿怪。江巡抚公正严明，谁人不知？本侯会配合江巡抚查案。侯爷，半月县段天阳被人暗杀于书房，具体经过如何？我其实并不知道。本侯进入城主府后，段天阳已经死了，是秦家干的。可如今秦家人都死了，侯爷岂不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？本侯的侍卫都是证人。侯爷，他们都是你的亲信，做不了证。可还有其他证人？若是这样，我恐怕要带侯爷回京，让你跟圣上亲自解释了。我有证据。你是何人？楚臣，清梦，别胡闹。传闻巡抚大人公正无私，难道连自证的机会都不愿意给吗？哼，有证据就拿出的给老夫看看。林巡抚，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很希望我拿不出证据呢？哼，本官公正严明，如果武憨侯是清白的，本官必然给他一个公道。进来吧。此人是当时城主府的护卫统领。巡抚大人，段城主大人不是侯爷杀的。那天晚上，是秦玉茹带兵入城，杀了段城主。你在场，那秦家为何不杀你？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小人该死，小人收了秦家10万两，替秦家监视段城主。可我没想到，秦家居然图谋不轨。巡抚大人，我们侯府诛杀秦府反贼，是不是有功啊？很好。侯爷是无辜的。巡抚大人果然公正严明，这小子嘴巴是真厉害。侯府果然不简单，圣上的事恐怕要徐徐图之。既然此事侯爷是出兵讨贼，无任何责任，本巡抚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巡抚大人，秦家多年来霸占侯府产业，如今伏法，还请大人还侯府一个公道。这臭小子不就是想霸占秦家产业吗？说的这么好听，此事本官无法做主。秦家的产业，皇后娘娘也算是继承人，本官得禀报圣上定夺。可以，不过秦家给侯府造成的损失，经计算高达100万两，秦家所有产业加起来，应该还不够赔的。本官会让人仔细核对，3天后给侯府一个答复。那就辛苦郡守大人了。娘子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今天端午节有诗会。姐，要不我还是回去吧。你们俩约会，带上我干嘛？闭嘴，你就是个工具。姐夫，要不你写2首诗词让我背一下，装一首呗。我不会写诗。哼，你就装吧。娘子，我们去那边逛逛。江小姐，楚公爷，清溪正在举行曲水流蛇活动，两位可有兴趣？曲水流香，要作诗吗？在下听闻楚公子才识渊博，3步成诗，这些小游戏自然难不倒楚姑爷。别胡说，我不会。既然夫君对此不感兴趣，那我们就不参加了。
随便找个地方坐坐吧。想必这位便是大才子楚尘，楚公子吧？这位姑娘是？小女子林水水。好名字。这破名字有什么好的？又俗又烂。听闻楚公子才华横溢，满腹经纶，今日曲水梁活动若是没有楚呼叶，岂不是黯然失色？哪里，楚某没有什么才华，就不去凑数了。什么才华横溢，满腹经纶，不过是侥幸做了一首诗而已。就是。都给我闭嘴！本公子可不随便写诗，但你们猜对了，激将法对我真的有用。姐夫终于要作诗了。在我眼中，娘子倾国倾城，今天就写一首诗，形容娘子的绝世容颜。楚尘，不会就算了，别打肿脸充胖子。催什么催？待会儿说出来吓死你！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我去，才前2句都这么有实力的吗？那还当什么赘婿啊？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我去，姐夫简直是诗仙在世啊！明明这么厉害，他为什么要入赘侯府？楚公子，今日见识到你的才华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受教了。水仙姑娘过奖了。今天端午已尽兴，小女子先告辞了。这女人怎么会认识楚尘呢？姐夫，你下次能不能给我写首诗？不白写，我给银子的。不能，给钱也不写。进来。小姐，世子出事了。他又干什么了？世子被巡抚抓走了。巡抚？侯爷让你俩去商议。快起床穿衣服。知道了。岳父大人，巡抚抓人，可有什么证据？现场不仅查获了他用来过滤的工具，还搜出了上百斤来路不明的私盐。现在巡抚一口咬定他是在大规模私造官盐，图谋不轨。制私盐是种罪，若是坐实，侯府的爵位恐怕会被收回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楚尘，你有办法？没有。燕王步步紧逼，侯府早就没了退路，召集兵马入城吧。爹，全部召集吗？岳父这是终于决定要反了吗？可我的准备的东西还需要时间啊。岳父大人，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此时人证物证都在别人手里，动手可能中了他们早就设好的圈套。那该怎么办？明日林巡抚要亲自审问我弟，时间恐怕不多了。我先去一趟天牢，找小舅子问清楚事情的经过。夫君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姐夫，救我！你小子可以拿我的技术去卖钱，卖了多少？卖了多少？是燕家说愿意花100万买那精研技术，我以为他们是皇商，不会骗我，可他们不讲道义，黑吃黑。你说他黑吃黑，你有证据？那怎么办？你再把事情经过事无巨细的跟我讲述一遍。败家子，你卖给他们，为什么不找人同你一起去？是想私吞？我问你，最后那批细盐到底有没有成型？你
姐夫问你话呢，到底提炼出来没有？这个脱罪的关键。提出来了，整整一瓮，全被官府收走了。那就没事了，等着吧。姐夫，你一定要救我，救我呀！放心吧。墨雪，刚来盛东城可是不习惯。还好，不过爹常年待在此地，并不是好事。以你的聪慧，想来也知道我为何会被留在此地。所以爹就找人污蔑江世子。江家的事与我无关。是吗？女儿昨日见了楚晨和江清乐。你见他们做什么？能够让爹和李叔吃大亏的人，女儿对他很感兴趣。小姐怎么能在背地里说小人的坏话呢？我可没说李叔坏话，你们败给楚晨是事实，而且我觉得这次你们未必能赢。小姐是不是太看得起楚晨了？武安侯府的情况，我相信您比我更清楚。当初楚晨还未入赘，武安侯府几乎被秦家压制得死死的。可自从他入赘后，局势完全反转，短短1个多月，秦家就被覆灭了。小姐为何认为我们还会输？哼，只要毁了江清扬，武安侯府基本就完了。这茶名为碧螺春，1两茶叶5两金，而且还有价无市。你是说，这茶是武安侯府的？既然如此，那这次更要解决他们，否则日后会更加困难。爹，女儿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对付武安侯府。什么办法？让楚晨入赘我们林家如何？这是什么以毒攻毒的法子？武安侯府之所以有现在，都是楚晨的功劳。如果楚晨不再属于武安侯府了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哼，你说了不算。文渊，你说说，这像什么话？娘子，岳父大人呢？爹已经提前过去了，我们现在出发，正好来得及。这新来的巡抚到底想要干什么？他这般公开会审，有夫君在，我侯府还能怕他不成？巡抚大人到！武安侯府世子江清扬大肆提炼并意图贩卖数百斤私盐一案，现在正式开审。来人，带犯人。慢着，楚晨，你一介赘婿也敢咆哮公堂，阻挠本官审案？在下自然不敢，但在下作为江世子的壮师，有责任提醒一下巡抚，词用错了。本官哪里错了？大人刚才喊的是犯人，可案件尚未审理，证据尚未核实，犯人就直接定了。难道大燕的律法是大人您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？还是说大人早就和某些人串通一气，连审都不用审，直接就想让我弟弟认罪？若是如此，大家干脆散了，巡抚大人一个人演不就好了？这楚晨是个硬骨头啊！好，本官就让你死个心服口服。来人，带疑犯江清扬。姐夫，姐夫，救命啊！我冤枉这小子身上哪来的伤？江世子，本官在你租的小院里搜出了足足400斤私造的细盐，你还敢喊冤？我就是冤枉，你还想屈打成招？我根本就没卖盐，我是跟着姐夫学了一手提炼细盐的技术，想把这技术卖给燕家。我昨晚才刚完成演示，提炼出了1小碗细盐，他们冲进来就把我按住了。带证人验冤进来。大人，证人带到。昨日我燕家所有家眷都在船上过端午节，根本没人下船。燕家人不可能见到江世子，更不可能跟你谈过技术收购了。带物证上来，带物证上来。
楚尘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这400斤品质上乘的丝盐，就是从江世子待的院子里抄出来的。如此巨大的数量，若是普通人，足以判他斩立决了。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呵呵，就这？楚尘，你笑什么？小舅子别怕，姐夫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。姐夫，你问，你昨晚给他们演示提炼技术，总共用了多少粗盐？就一小袋，大概10斤左右的粗盐，买盐的票据还在我兜里呢。那10斤粗盐，最后提炼出了多少细盐？就一小碗，连半斤都不到。提炼太难了，杂质太多。既然10斤粗盐只能推炼出半斤细盐，那剩下的9斤半去哪儿了？都是些滤出来的毒凉水、泥沙，全倒在院子角落的泔水桶里了。好，非常好。巡署大人，您刚才说这几百斤细盐是我弟弟在那个院子里提炼出来的，对吧？不错，现场查获难道有假？当然，哪怕是我这独门秘方，10斤粗盐最多也只能出1斤细盐，剩下的9斤全是废料残渣。大人说这里有几百斤细盐，按照10:1的比例，要提炼出这几百斤细盐，至少需要消耗几千斤的粗盐，而提炼过后，必然会产生几千斤的毒疗水和残渣。请问巡抚大人，你们既然是现场抓获，这几百斤细盐既然是他当场提炼出来的，那提炼产生的几千斤废料在哪儿？这说明我弟弟昨晚确确实实只提炼了那一小碗盐，而这几百斤细盐根本就是你们为了构陷武安侯府，提前从外面搬进院子里的赃物。巡抚大人，这等拙劣的栽赃手法，真当全天下都是瞎子吗？这小王八蛋还真不好对付。既然此案存有疑点，应延后再审，把疑犯先带下去。慢着！这小子又耍什么花招？郡守大人，我要状告燕家故意陷害我小舅子，陷害武安侯府，还请把燕府所有人关入大牢。若是延后再审，小舅子岂不是一直得关在大牢？既然现在林红想要退堂，肯定是没有其他证据了。你可有证据？没有。哼，没有证据。本官若是把燕家所有人下狱，岂不是在残害无辜百姓？大人既然也知道要讲证据，没有证据证明我小舅子有罪，为何不放人？难道在巡抚大人眼中，侯府的人就不是百姓了吗？你，林巡抚当本侯是好欺负的，现在翻脸，武安侯恐怕会直接起兵。此案证据不足，江世子无罪释放。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这次多亏有你。逆子，回去给我跪3天祠堂，好好反省反省。哎呦，才出来又要罚我跪。娘子，我们走吧。燕王的算计，就这？爹，我早说你要输，你还不信。楚尘不是一般人。哼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女大不中留啊！大人，这楚尘不仅无赖，还没有底线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很难对付啊。今日这笔账，老夫记下了。爹，我有办法对付楚尘。姐夫，有没有时间？滚，没时间。唉，本来还想叫你去喝花酒呢。唉，看来只能我一个人去了。你说去哪儿？啊，姐夫，我们不是去画坊吗？天色不早了，现在去画坊，待会儿回家太晚，这里更方便。姐夫，你是想来这儿见诗诗姑娘吧？楚公子，
水仙姑娘，真巧啊！楚公子这是准备去哪儿呢？哼，男人都一个样。我刚从里边出来。楚公子也喜欢逛这种地方吗？就不怕江小姐知道？水仙姑娘误会了，楚某平生最恨寻花问柳之人，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？臭小子，就知道逛青楼逛青楼！你可是武安侯世子，怎能败坏侯府家风？疼！岳父大人特意让我来找你回去，待会儿有你受的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走！演场戏1万两，这么多，好买卖！姐夫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回去，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你可要替我求情。那得看你态度了。水仙姑娘，让你见笑了。小女子就知道楚公子不是这样的人。楚公子，小女子初来盛京城，可以陪小女子逛逛吗？这不好吧，我是有家室的男人。小女子只是仰慕楚公子才华，与男女无关。那好吧。江宇，你先送世子回去。中。不会有诈吧？他出现在百花阁外，怎么都不像巧合。楚公子，其实我骗了你，我真名叫林墨雪。好名字。那你是林巡抚的女儿？没想到楚公子知道我。林姑娘，你应该知道林聚守和侯府的关系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保持点距离？这样吗？这样吗？楚公子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漂亮。那比你家娘子如何？当然是林姑娘更漂亮。如果我可以成为你的女人，你愿意离开侯府吗？我操，这女人疯了吗？墨雪，虽然我在侯府过得并不好，但我不能忘恩负义啊。我知道，听说你入赘侯府这么长时间，还没跟江清梦行房。是啊，她比较霸道，但我只是一个赘婿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们都是苦命人，我爹想把我许配给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人，为此我只能离家出走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？楚郎，我本来打算答应我爹，了此残生。这么直接吗？可自从我见到你后，我就日思夜想，无法自拔。如果我们能生米煮成熟饭，那可不行，我不能背叛娘子。你在侯府过得不痛快，为何不离开侯府？你若与我成亲，就不再是赘婿，你还可以考取功名，而且有我爹的帮助，你将来的成就定然不小。难道你就不想光宗耀祖吗？不想，我只想多娶几个老婆。楚郎，快到城主府了。喂，你想干嘛？罗小能莫，糟糕，难道他看到了？夫君好雅兴，怎么来城主府了？我看娘子久久未归，特意来接你。是吗？夫君，你身上怎么有江姑娘的香味？娘子，林水仙这娘们儿不是个好人。哦，我在来接娘子的路上，正好遇到她。她说要来城主府，我想着反正也顺路，就好心送她回家。娘子，是她趁机偷袭我阻挡已经来不及。她刚才是不是还说我坏话了？她只是跟我打了个招呼，说谢谢你送她回来。我是来接娘子的，用不着她谢。夫君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知道她想干什么。娘子是说，你知道她在故意挑拨我们的关系？林墨雪是大燕有名的才女，才智若妖，以她的身份，注定是侯府的敌人，以后小心点。我们回去吧。娘子，骑马吗？坐马车。
楚尘，你给本小姐等着！楚尘，起床，就差你了。夫君，师妹在喊你呢。你告诉他我不玩。楚尘，出来！你不是说要和我血战到底吗？我错了，我玩不过你。我不管，搓3把定输赢。娘子，把银票给他，就当我输的。师妹，就让夫君再睡会儿吧。哼，懒鬼。进丹期了。小师妹，自从你下山避风头，咱们可好久没切磋了。今日就让师姐看看你这几个月退步了没有。师姐可别小瞧人，看剑！你这丫头，剑法倒是没退步，但你一直瞒着师傅逃婚，总归不是个长久的办法。其实，我早就见过我那未婚夫了。那人怎么样？若是那些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，师姐现在就去替你教训他，让他把这门亲事退了。他很好，既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也很温柔。可惜，师妹，脉象怎么会虚弱成这样？你到底瞒了我什么？夫君，师妹她怎么了？死不了，但也快了。娘子，师妹她跟你修炼的功法为何会不一样？什么意思？她的经脉已经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，里面全是一股极其薄拗的冰寒真气在横冲直撞，快碎了。只要稍微再有一点刺激，立刻就会经脉爆裂而亡。能活到现在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怎么可能？师妹修炼的可是夺命13枪。师妹，夫君说的是真的吗？你到底练了什么？师姐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我修炼的并非夺命13枪，而是一部名为双眼诀的秘法。双眼诀？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这门功法分为上下两侧。这功法的好处是，不需要太强的武道天赋，就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晋升3品武者。但坏处是，真气过于霸道，如果没有对应的功法同修，经脉早晚会承受不住，最终爆裂而死。既然知道会经脉爆裂，那你为什么不连着下册一起练？你这不是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吗？因为下册功法至刚至阳，只能给男子修炼。那你随便找个男人练下册，帮你调和不就行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因为那部功法的下册，只有你爹知道在哪儿。师妹，楚伯父怎么会拿着你功法的下册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这部功法本就是当年楚家与我洛家共同执掌的，楚伯父当年带走了下册，而作为两家守望相助的制约与条件，我与楚尘从小便定有婚约。你有婚约？不是，娘子，我完全不知道啊。我也是不久前才知道是你的。这婚约好像是真的，可我爹从来没告诉过我呀。师妹竟然真是我夫君的未婚妻。我楚家保存功法下册。那功法在哪儿？你还不快去找！黑木盒子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爹走的时候留下一个黑盒子。那你还不快去拿！
就是这个。娘子，这玩意儿给你了，你看着办吧。我又不能练，你给我干嘛？你的东西你自己练。娘子，我练。我可以教你，很简单的。你的体质一旦引气入体，就能入门。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师妹死，等师妹的伤好了再慢慢算账。行吧，死马当活马医了。9品武者，这么快入门？啊！哟呵，楚爷，我现在也是习武之人了。洛姑娘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过来，双掌与我相对。完美的契合，天生一对。这部功法分明是给夫妻准备的。师妹的命保住了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以后还要经常这样修炼？那我算什么？师妹，虽然我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夫，但我可是个从一而终的男人，你可千万别因为我救了你，就死心塌地爱上我，我家娘子会吃醋的。好好练功。好嘞，好嘞，听你的。这个笨蛋，罢了，只要师妹能好好活着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京城离这儿不过1000里，如今我已是金丹期，瞬息千里便可往返。现在离天亮还早，时间足够。刚得的消息，燕王暴毙了。暴毙，这倒是个好消息。燕国内部必定大乱，短时间内他们再也无力分心来针对我们侯府了。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我们侯府的岂不是再也不用被针对了？哼哼，不仅无力针对，他们甚至还要仰仗我们。这是今日几位燕国皇子送来的密信，言辞恳切，都是想求本侯发兵助他们夺嫡。既然筹码送到了手里，自然没有推出去的道理。岳父，我们不妨顺水推舟，选一位根基最浅的皇子，扶持他上位。如此一来，大权便可尽在侯府掌握之中。扶持别人？夫君，你准备那么多，如今又天下大乱，为何不把握机会？娘子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我准备那些只是为了自保，称王易可守国难。我自己是个散漫惯了的人，我干不了。比起我自己去做那个位置，不如把这乱局平定，将来把一个太平天下交给我们自己的孩子，这岂不是更好？说到孩子，你们二人成婚这么久，青梦的肚子怎么没有半分动静？爹，我们已经在努力了。不可能，问题绝对不在我这里。毕竟诗诗姑娘已经还说要将天下交托给子嗣，但可子嗣影子都没有。本侯明日便请最好的名医，不管你们二人是谁的身子有问题，都必须尽早调理，这事没得商量。夫君，不是说好今天去看医吗？娘子，我再躺会儿。唉，你再不起来，要是我生孩子了，就都姓姜。哪有这么容易？陆大夫，我没事吧？恭喜江小姐，恭喜楚姑爷。陆大夫，您的意思是我要当爹了？青梦，你真的怀上了？太好了！从现在开始，侯府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
爹，我才刚怀上，没这么严重。再说我若不管，谁管？当然是本世子我啦。爹，你踢我干什么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若有点用，你姐也不会这么辛苦。你不也一样？你说什么？又菜又爱玩。唉，佛祖保佑我娘子顺利生产。还好赶上了。大晚上不在侯府，跑哪里鬼混去了？生了！恭喜侯爷，恭喜姑爷，小姐生了一对龙凤胎，母子平安。哈哈哈哈哈！所有人都有赏，重重有赏。多谢侯爷。娘子，辛苦你了。姐，这是我给侄儿跟女的见面礼，你带他们收下。这小子没少花时间啊，平时看着马马虎虎，没想到心还挺细。夫君，你想好名字了吗？娘子，你也知道，我没读什么书，要不让岳父大人代劳吧？你也好好想一想。姐姐叫楚瑜，弟弟叫楚锦。好名字。小楚姐，让舅舅抱抱。好样的，不愧是我大外甥。抓着剑，将来必定跟姐夫一样，武功盖世，威震八方。胡闹！习武多凶险，刀剑无眼。咱们侯府的子孙读书入仕，科举拜相才是正途。爹，如今这世道，百无一用是书生。姐夫凭一身武功护全家周全，这才是安身立命的真本事。女儿这样甚好，娴静端庄，知书达数，一生平安，睡随便够了。哈哈哈，还是我的乖孙女懂事，随了老夫的文气。看来随他们的娘。小蝶，柳诗诗，秦白衣，骆云舒，江清扬，林墨雪，江清梦，楚尘。江湖再见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今天找你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我已经写信给我父母，跟他们说清楚了，我要解除这门婚约。你父亲同意有什么用？我不同意。什么意思？怎么，说我同意这门婚事，不可以吗？他什么意思？不退婚，难不成他还想……宝宝，爹爹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呢？诗诗，你看，等咱们的宝宝出生了，就算我有时被侯府的事情绊住脚，就让这小楚尘天天陪着他。侯府那边局势复杂，暗流涌动，你万事当心。我和宝宝会在这里乖乖等你。不用担心，快了，很快就没人再敢惹我们侯府了。到那时，我就彻底把那些破事甩开，天天在家陪着你和宝宝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要去干一件大事，一件名动天下的大事。武道最高者何在？
楚臣请战。好一个修仙者，老夫来会会你。痛快！老夫苦做武道巅峰300年，你是第一个能逼我用出全力的人。前辈，接我最强一招！来得好！前辈，承让了。老夫输了，输得心服口服。你刚才那一枪明明可以轻而易举的要了我的命，为何收手？我来这儿与你一战，不为杀伐，不争第一，只是想告诉天下，道野武成了。楚郎，相公，郎君，夫君，你如今元婴期，这普天之下恐怕再无对手了吧？娘子，此言差矣。若论战场搏杀，自然没人能挡我一枪，但若是以一敌二，甚至要以一敌六呢？